现在讨论这个话题已经稍显过时，因为即便是连 Facebook 都已经开始改正自己的游戏规则。我们像是从药物依赖中清醒过来的大学生，忽然发现，过度的使用网络，并且将自己的内心毫无节制地暴露在网络上，会让我们自己产生一种变化。我们称之为异化。我们曾经寄希望于网络，希望手机或者是电脑能够成为一个适当的节点，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连接。但现在我们不这么做了。不的意思是指一部分人开始有意识地远离网络生活，另一部分人开始修正自己，不再过于频繁地暴露自己的隐私。还有一部分人冷眼旁观。我们称这种衰落为语境的崩溃。我想说的是，之前我们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，袒露或制造一个用别人的目光或镜头篡改过的自己，这是错的。而现在我们不再这么做了，这是将错误推卸给魔鬼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无法从上帝的手中接过公平尺。要我说，你将自己的生老病死交给一个社交软件，即便加了滤镜，即便你用来总结的那些话是从一个200年前的死人墓碑上抄来的，这跟好坏是非毫无关系。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头，看着它，是我们唯一能做的。生活就像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我们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情绪，都躲在每一根蛛丝的尽头。那些小小的战栗，有时候是因为亲人离世，有时候是因为破产，有时候是因为嫉妒别人成为上帝的选民，有时候是因为减肥失败。过去，我们会花上数十年的时间，把这些触动小心翼翼地积攒起来，然后等待着我们的国家里能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，这个伟大的作家能够描绘我们所有的黑暗，等待着同时代的阶级里能突然冒出来一个叛逆的诗人，在他的古典油画般的场景里割下我们的头颅。我们就是那只贪得无厌的蜘蛛，黑色的，脑满肠肥。我们身体里最阴暗的角落里，堆积着那些可怜的毒素，就像是乳酸，其实毫无作用，谁也杀不死，只能让自己的膝盖胀痛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仍然期待着能在一首情歌里被人怀想。可艺术是那么的傲慢，就像亨利4世的南特赦令里，包含着相互抵触的危险，且高不可攀。
我们还要在超市的货架上等上很多年，等一个或穷或富的艺术家来买。穷的只买得起一块面包，富人或贪得无厌，或喜新厌旧。有了网络，我们就不用再等待别人的挑选，我们可以自己扫自己的条形码。看，我是什么成分？我从哪儿来？哦，你是小孩儿，我是成人玩具，你不能碰。拒绝人性，走回帕特农神庙，那样叫革命。而我们现在完成的，最多是一场小小的道歉。如果那个木匠也有 Instagram 的话，我希望我能够触摸他皮肤的温度。我也希望他死而有灵，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和他平等的痛苦。那些反对这种生活的人，无非就是害怕天国失格，一根钉子可以刺伤一个人，10根钉子绑在一块儿就是一顶荆棘王冠，那1000根钉子组合在一块儿呢，就是一张按摩床。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张床上，和自私和虚伪共度春宵。艺术家被认为是走出洞穴、迎接光明的人。如果我们不是，那我们就只配对着自己的影子发呆。真正的错误，就是从我们高估光明开始的。太阳是可以直接照进我们心里的。但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眼睛，就无法反射出自己的光芒。而我们现在正在远离这种慷慨，我们不再将眼睛还给别人。